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凌晨10分，小李坐在灯火通明的办公室里，感觉撑不下去了，顺手拿起了桌上的咖啡，一饮而尽。这是他今晚喝下的第4杯咖啡，咖啡的提神效果好像格外的好，他不禁感慨，咖啡真不愧是续命水。可转念一想，他又感觉自己一次性的喝这么多咖啡，好像有点不妥。咖啡为何成为众人眼中的续命水？对都市白领小李来说，咖啡是提神醒脑的续命水。在工作疲惫时来上一杯，马上精神抖擞，充满活力。加班对我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，一般熬到半夜1、2点撑不住，就需要靠咖啡来续命。高强度的工作让他在进公司不久就迷上了咖啡，一天不喝就没有状态。而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，喝咖啡除了能够提神缓解压力外，还附带着一些社交属性。一份相关的报告显示，咖啡对职场人沟通、社会的助力与意义愈发的重要，社交因素在喝咖啡占了 30%， 也就是说，咖啡已经成为了一些人的社交神器。咖啡的魔力到底从何而来？咖啡有提神效果，这可能是大部分人将其称为续命水的原因。通常人体在高强度的脑力体力活动后，大脑中枢神经系统中就会分泌一种叫做腺苷的物质。当腺苷与其受体发生结合后，人体的肌肉就会逐渐的放松，困意也会如洪水般的袭来。喝下咖啡后，咖啡因就会迅速的抢在腺苷前，与腺苷受体结合，让腺苷只能在外面干瞪眼。这样一来，睡意就无法产生了。你以为咖啡的魔力就仅此而已了吗？今年3月份，复旦大学、哈佛大学等的研究机构于《自然医学》上发布了一项基于近20万人、长达32年的随访研究成果。研究指出，咖啡全谷物与慢病呈负相关，也就是说，适当的食用咖啡全谷物有可能会降低罹患慢病的风险。关于咖啡的几个真相。喝咖啡对心脏不好。有网友表示，自己喝了咖啡之后心脏突突突的，但是还想喝。那喝咖啡对心脏到底有没有影响？喝咖啡后心跳加快可能是咖啡因在捣鬼。咖啡因有能让大脑兴奋性增加的效果，部分人在喝完咖啡后可能会有心跳加速、头晕等不适的症状，这种情况也叫做咖啡因不耐受。这种情况往往会出现在对咖啡因比较敏感的人身上，一般只要根据自身的情况，适当的调整喝咖啡的量就能够缓解。这里要提醒一下，当你喝咖啡发觉心跳加快、身体虚脱感时，一定要注意，这说明你的心脏已经承受不起，交感神经开始释放过量的多巴胺，身体在发出警告，赶快大量的饮水，安静下来，不要剧烈运动。如果这时出现心慌加剧，身边一定要有人陪伴观察。那么喝咖啡对身体有好处吗？2017年，美国内科学年鉴刊发一篇为期16年的研究，针对欧洲10个国家52万人进行了统计分析。结果发现，与从不饮用咖啡的人相比，每天喝3杯以上咖啡的人群死亡率下降 12%， 而且经常固定喝咖啡的人，心血管疾病死亡率和中风概率都更低。同样在2017年，内科学年鉴对 18.5 万名中年人群进行了分析，这些人群涵盖了非洲裔、夏威夷土著、日裔、马丁裔以及白种美国人。结果发现，与从不饮用咖啡的人群相比，每天喝4杯以上咖啡的人群，在研究期间死亡率下降 18%， 而每天喝1杯咖啡的人死亡率也比从不喝咖啡的人低 12%。 这是咖啡第一次在跨种族中以常数关系的大规模研究。这项研究显示，
经常的饮用咖啡能够延长寿命。咖啡的好处连美国哈佛大学都认可。来自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，关于长期饮用咖啡与心血管疾病的关系，分析了127万多个样本，得出结论，咖啡摄入量与心血管疾病风险呈负相关。每天3到5杯咖啡的人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最低。此外，在近几年研究中还发现，咖啡还能够预防和延缓脑部的进行性疾病。阿尔兹海默症是最常见的神经退行性疾病，并且是全球老年人的第4大的死因。目前，阿尔兹海默症还没有治愈的方法。罹患阿尔兹海默症的人，生活自理能力会逐渐的丧失，甚至认不出家庭成员。目前，中国就有约1000多万的人患阿尔兹海默症，而且患病人数每10年就会翻一番。所幸，咖啡或许能够预防阿尔兹海默症。咖啡中的咖啡因能够兴奋中枢神经，增加警觉度，产生快速而清晰的思维，在急性和慢性神经退行性疾病中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。海外一项追踪调查结果显示，经常喝咖啡或喝茶的65岁以上老人，比从不喝咖啡或茶的老人，老年痴呆症分别减少了 20% 和 37%。这是因为咖啡里面含有抗氧化以及其他保护神经的多酚类成分。咖啡科学信息学会研究报告称，每天喝3到5杯咖啡能够使罹患阿尔兹海默症的概率降低 20%。另外，一份追踪11年的研究结果指出，咖啡有助于降低阿尔兹海默症病的患病率，但过了4年之后的效率就会逐渐的递减。该研究指出，咖啡中的咖啡因及多酚类的物质都能够阻止认知功能的退化。喝咖啡的人大脑的淀粉样蛋白斑块会较小。4. 咖啡致癌猫。前段时间某品牌咖啡致癌的新闻刷屏了朋友圈，也让很多人担心喝咖啡真的致癌吗？咖啡豆在烘焙过程中会产生一种名为丙烯酰胺的化学物质，但这种物质在所有高温烹饪的食物中，如薯片、早餐麦片以及饼干中都存在。而且丙烯酰胺增加患癌风险也只是在小鼠身上发生，对人体影响尚无定论。所以致癌这锅咖啡不背。近年来研究还表明，咖啡能够预防癌症发生。一项对16万名参与者跟踪调查18年的研究显示，和不喝咖啡的人相比，每日喝1杯咖啡的人，肝癌的风险降低了 13%； 每日喝2到3杯咖啡的人，肝癌风险降低 38%； 每日喝4杯咖啡的人，肝癌的风险降低 41.4%。 咖啡的最佳饮用时间最好是在早上或者是午餐后喝，一方面可以帮助消化分解高热量的食物，不建议晚上喝咖啡，因为咖啡因会引起中枢神经兴奋，影响睡眠。另外，要拒绝糖和奶精。市面上大部分的混合速溶咖啡经常添加大量的糖分，甚至添加反式脂肪脂末。一杯咖啡等于摄入8克添加糖、5克的反式脂肪。所以下次喝咖啡的时候，就喝纯粹的黑咖啡吧。以下2种人群建议控制咖啡摄入。1. 胃不好的人群。咖啡中的单宁酸会刺激胃酸分泌，增加胃部刺激，因此胃不好的人不建议喝咖啡。2. 骨质疏松的人群。因为咖啡因会抑制磷酸二质的活性，促进骨吸收，使骨质减少。另外，咖啡因的利尿作用还会增加钙的排泄，所以对于骨质疏松的高发人群，如老年人、孕妇、哺乳期妇女，就应该注意咖啡的摄入。总体来说，适当摄入咖啡实质上是有利于身体健康的，不过这一益处还应该建立在适当饮用的方法之上。发表于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》中的一篇文章就指出，每天喝咖啡的量控制在3到5标准杯，每杯235毫升为宜。这样的摄入咖啡因对人体存在一定的不良影响，建议普通成人每天摄入的咖啡因不宜超过400毫克，孕妇或者是哺乳期的女性
每天摄入的咖啡因不宜超过200毫克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朋友们，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，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